大家应该都有休过特休吧？依照劳基法第38条的立法理由，特别休假制度呢是有助于劳工恢复工作后所产生的疲劳，让劳工可以维持一定的劳动力。如果遇到有需要处理的事情时，劳工也可以排定特休，避免用到不发给薪资的事假。虽然法令有明文规定，劳工任职满多少的期间就能取得至少几天的特休，并且也有明定特休的期日应该要由劳工自行排定。但是对于资方来说有时候在业务繁忙的时候，遇到员工突然要请特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困扰。因此有些雇主呢不想要给员工休特休，反而是直接一次折算特休假的薪资给员工。对于员工来说，虽然没有办法真的用到应有的休假，可是还是拿到了相对应得的特休薪资。不过这种的做法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吗？这支影片呢就希望来分享一下实际的案例，或许结果会跟你想象的并不一样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可能有些职场新鲜人或是新手老板还不了解什么是特别休假，所以在影片的前半段呢，我还是来说明一下有关于特休的意义好了。依照劳基法第38条第1项的规定，当劳工在同一雇主或是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的期间的话，雇主就应该要依法给予特别休假。另外，依照第39条前段的规定呢，劳工请特休的期间薪资应该要由雇主照给。所以对劳工来说，特休基本上就是可以自由运用的有薪休假，而不像是例假或休息日都需要由雇主这边来排定，或是像国定假日呢，则是需要遇到特定的日期才可以休假。从这项规定的立法理由来看，特别休假制度有助于劳工恢复工作后所产生的疲劳，也可以维护劳动力，并且落实劳工的休息权。而且国际劳工组织其实在第132号有薪休假公约中就已经明确约定了有薪休假的最低服务年资不能超过6个月，所以也因为如此，劳基法在105年底修法的时候，也同步增加了年资比较少的劳工的特休天数，并且从10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我们在画面中列出了新旧制的特休天数，让大家参考看看。但是现在已经是114年了如果是这几年才刚到职的劳工，基本上只要看新制部分的天数就可以了。在105年底修法以前呢，劳基法只简单规范了特休的天数而已。针对特休的使用方式或是当没有用完的时候应该要如何处理的细节，其实并没有太详细的规范，大多都是透过劳动部过去陆陆续续发布的解释令来补充。因此当时呢，其实有不少企业根本就没有再给特休，或是劳资双方之间在特休的使用上衍生了不少的争议。经过修法之后，针对特休的使用细节已经有了更明确的规定，但是即使修法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似乎还是有些雇主对于特休的规范不是非常了解。所以以下呢，我就列出了几个重点让大家参考看看吧。第一个重点就是特休的排定权利。依照劳基法第38条第2项规定，特别休假的期日应由劳工来排定，除非雇主基于企业上经营的急迫需求或是劳工因为个人因素，才可以跟员工协商调整排定特休的日期。但是由于法令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又该怎么办？过去就曾经有判决指出劳工可以拒绝协商，或是协商之后仍然有不同意变更的权限，也就是劳工仍然可以坚持要在特定的日期去使用他的特别休假。不过这也不代表劳工就可以毫无限制的任意安排特休。过去最高法院也有另外一个判决指出，如果劳工执意排定的特休日期将会严重影响到资方营业自由的话，反而是劳工的排定权应该要有所退让，否则执意安排特休呢，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旷职的。总而言之排定特休还是需要在合理的状况之下，由劳资双方充分的协商沟通是比较理想的方式，否则发生争议的时候法院可能会实质判断哪一方比较有权利滥用的情况，来决定最后诉讼的结果了。再来是排定特休可以有不同的制度来决定休假期间，也就是可以采用周年制、历年制或是特定周年的方式休假。法令规定呢，虽然是劳工继续工作满一定的期间后就可以取得特休的权利，但是应该也有不少朋友的公司是规定特休需要在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的期间之内来休假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年制，让公司内所有的劳工休假的期间都一致，可是就会依照到职的年资计算天数比例。
另外一种呢，在中小企业中更常见的制度，则是周年制，会以劳工的到职日作为计算年度的起讫点，所以公司之内每个员工的休假期间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天数就可以完全参照法令的规定，而不需要去计算比例了。其实对于劳工来说无论是采用周年制或历年制，最后可以拿到的总天数应该都是一样的。过去我也曾经在部落格中写过特别休假使用手册的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或许可以参考看看。但我觉得可以更简单了解休假状况的方式就是直接透过劳动部所建制的特别休假日数试算系统来计算，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不同的制度之下的特休天数以及休假期间了。顺便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由于劳动部过去曾经在一些新闻稿之类的内容中说明过，当劳动契约终止的时候，特别休假都要回归周年制来去检视天数是否足够。如果有不足的时候呢，雇主就应该要补折算特休未休工资发给劳工。所以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是觉得周年制可能是比较推荐的制度。虽然公司需要每个月都去检视个别员工的给假状况，但是至少离职折算的时候是比较不会有争议的。第三个重点呢，是雇主需要主动告知员工特休权利。对于有些劳工来说，工作满一定年资之后可以取得特休，或许是职场中的常识。但是对于一些社会新鲜人或是不熟悉劳动法令规定的劳工来说，可能不见得会知道自己有这些权利。因此呢，劳基法第38条第3项便规定了雇主应该要在员工取得特休权利之后，主动告知员工可以运用的特休天数以及排定的权利。顺便也补充一下，我看过有些心存侥幸的雇主可能会觉得不主动告知，劳工就不会知道自己有这些权利了。但是现在相关的资讯真的是非常容易就可以取得，就算不主动告知劳工，我相信大部分的工作者应该都会知道自己有这些权利的。就算离职之后，雇主没有主动折算成未休工资，但是依照民法的相关规定，特休未休的工资还是会有5年的请求权时效。搞不好哪天离职的员工会回过头来追讨自己的法定权利也说不定。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建议老板们还是依法给假或是折算工资会比较保险。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前面有提到的，没有用完的特休，雇主应该要发给未休工资，而且要把发放的情况记录在工资计算明细，也就是薪资单之内。回顾105年底修法以前，当时针对劳工没有用完的特休，其实并没有强制规定要折算成未休工资。依照已经废止的劳委会79年的解释令，还需要去探讨没有用完的特休是归责于劳工还是归责于雇主，才能判断是否需要折算未休工资。换句话说如果是劳工自己不把特休用完，其实当时候没有休完的特休可能就会视同放弃了。但是在修法之后劳基法第38条第4项就明确规定了，未休完的特休一律都应发给未休工资。另外依照同条第5项规定，雇主应该要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的期日以及未休天数所发给的工资记载在工资清册之中，而且也应该要定期用书面的方式通知劳工。如此一来呢，只要能够落实法令规定，理论上劳工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取得特休权利，就不会有看得到却吃不到的问题了。回到这支影片的主题吧，有些雇主考量到特休如果是由劳工自行排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营运，因此就会想方设法不让员工自行运用特休。常见的呢，可能就是用暗示潜规则的方式，让员工不敢随便排特休，或是遇到特定日期的时候，像是之前的补班日台风停班等等的情况，就要求员工要用掉特别休假。再来就是像我们标题中所提到的，直接把特休折算为工资发给员工，而不让员工排假。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做法，当然都是跟法令的精神不相符的。毕竟特休就是要用来让员工调剂身心所用，有时候员工可能宁可不要拿到特休未休工资，都希望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顺利请特休。特别是有小孩的劳工朋友们，相信很多的特休应该都拿来用在小孩感冒发烧，或是有各种原因而需要请假的情况之下了。然而对于雇主来说可能又会觉得，既然自己已经都给钱了，员工的权利也没有损失，那么这样的做法也会违法吗？结论当然是肯定的，后面就提供几个案例给各位参考看看吧。像是我查到劳动部108年做成的诉愿决定书，是某一家在桃园从事饮料批发业的雇主，主管机关进行劳检的时候就发现雇主他主张特别休假虽然是依照员工服务年资来给予相对应的天数，可是会每月折算1天工资，直到摊提完应休日数为止。所以实际上呢，并没有在员工特别休假年度终结或是离职的时候再折算未休工资。
虽然被开罚的这家公司有强调啊，他们其实都有征求员工同意，员工也都无异议一致通过，他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折抵现金增加收入。可是又因为他们行业的离职率很高，公司每年都在征求新的员工，假如特休假都只能照常休假的话，工作可能就没有人可以顶替，也会增加了其他员工的工作量。所以应征的时候都会清楚的告知员工，大家取得共识之后才来上班，甚至也提出了特休折抵现金同意书之类的文件来当作佐证。不过主管机关当然不采信这样子的说法，而诉愿会呢也认为这家公司的做法并没有给予劳工自由选择请休特别休假的权利，实质上也影响了法令所规定的特休假排定权，最后还是认定劳动局的裁罚是有理由的。第二个呢，则是发生在高雄的案例，一样是经过劳检之后，发现这家公司没有让员工自行排定特休，而是径自在年度开始的时候，就把员工在当年度的特别休假直接折算为工资，再按月摊提计入到每日的底薪之中。这家公司啊被处罚之后觉得不服，同样也提起了诉愿。而他们在诉愿答辩中所提出的理由，其实是我自己很常看过的，那就是主张劳工任职了好几年的时间，都从来没有提出过特休的请求。如果他真的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不对的话，为什么在离职之后，劳工才提出申诉呢？其实当过劳工身份的朋友们，应该都可以体会，在职期间有些觉得不满或是不合理的地方，真的是不见得会勇敢提出的。但是离职之后啊，基本上就是吃了无敌星星的状态啦。这个时候再提出异议或是申诉，倒是也可以理解的。劳工局基本上也知道这种现实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案例之中啊，劳工局的裁罚理由有明确的提到，特别休假期日应由劳工依其意愿决定之，所以雇主不得限制劳工仅为一次预为排定，或是排定在特定的期日，或是要求劳工要一次向后抛弃他请求特休的请求权。另外也有提到啊，劳工保持沉默，没有立即表示异议，雇主也不可以径自就认定劳工是漠视同意。雇主假如是将劳工应有的特别休假日数呢，一律折算为工资，然后再摊到每月的薪资来给付的话，这样实际上就是没有给予劳工自由选择请休特别休假的权利，基本上就会违反劳基法第38条第2项的规定了。总而言之啊，劳工局认为，如果特别休假实际上不是依照法令规定让员工可以自由运用的话，就会让制度形同虚设，因此事先折算未休工资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做法了。最后一起案件啊，是某一间在台北的保全公司，因为他们的员工到职已经满1年，所以依法应取得7天的特别休假权利。可是他在请了2天假之后，雇主又在年度终结以前就把剩余的5天特休未休工资直接结清了，导致员工后续没有办法再自行运用他的特休权利，因此就被劳动局认定违反劳基法的规定而予以处分。这家保全公司被裁罚之后不服，陆续提出了诉愿以及行政诉讼。原本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呢是判劳动局败诉的，但是经过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之后，又再度翻盘。法院在判决中重申了特别休假的性质以及落实劳工休息权的重要性。其中有一段有提到，雇主在年度尚未终结或是契约尚未终止的时候，与劳工约定预先买断劳工的特别休假，因此违反劳基法所定特别休假制度的意志。这样子的约定呢，是违反强制规定而应属无效的。因此也基于这样子的理由，直接将原判决废弃，并且驳回了雇主的诉讼主张。从前面提到的这些案例来看啊，雇主不给员工休特休而直接折算工资，是很明确会违反劳基法规定的。这种做法其实不只容易衍生劳资争议，也很有可能在被劳检的时候受到处罚，并且公告违法事业单位的名称。所以如果企业在制度上有这种做法的话，建议还是要尽快调整与修正了。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也欢迎各位多多帮我们分享我们的影片吧。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